受明星艺人喜爱的国内男装品牌。蔡徐坤跑男的时候穿的这一件，龚俊穿过的。小丑鱼，他真的是太好看了，真的是。太好看了。主题是曾经是时装模特的僵尸。Hello， 我是阿崔，阿莲。今天呢，带你们去我们邻居家逛逛。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他们的门口了。他们是当下深受明星一定是最受明星艺人喜爱的国内独立设计师男装品牌山谷少年。可能你们已经见过很多次他们家的衣服了，像是蔡徐坤啊、龚俊、我们的静静、毛不易、吴青峰、汪苏泷、张新成，还有华晨宇，还有今年很多的像创造营啊、青你3里面的练习生也都有穿他们家的衣服。这里面有没有你们的老公呀？那走，咱们就进去逛一逛。进去前呢，先检查一下我们自己的衣服上有没有线头或者褶皱，不然他们会很难受。行不行？来了个年少有为。Hello， 哎呀，干什么那么害羞？给你介绍一下，他说山谷少年的品牌主理人啊，这是宏宇，独家模特。对，那其实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没有出现，我们在这里 P 一下，给李老师留个位置。他就是山谷少年的设计师，以及我的联合创始人，灵魂人物。因为李老师他非常的害羞，所以今天他就不出镜了。李老师自己有一间，现在是多大那房子？400多平吧。对，我什么时候才能有？已经有院子了。其实今天我还有一个小计划，宏宇不是贼帅嘛，然后我就想让阿莲跟他一起，根据我和大叔出的主题选衣服，然后搭配走秀。从来没有见过阿莲走秀，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带大家看看独立设计师品牌的公司是什么样子。这是我们的设计部，对你们穿的很多的衣服就是从这个房间产生的。你花是不是还没有递的是吧？哇，大叔忍了好久了，心里都什么玩意都还不给我。就是当时蔡徐坤跑男的时候穿的这一件，然后就满网都是了，卖几十块钱做的仿的是吧？烦死了，这些真的是。哎，这个是那个谁，龚俊穿过的，小丑鱼做的一个立体的一个刺绣的一个工艺啊，它真的是太好看了，真的是太好看了。大家想象一下，这个衬衫里面藏着龚俊的8块腹肌，这是网纱的半透的，很精致，就是有很多的细节能看到。这个多少钱，大叔？这个300多一点。300多就可以拥有俊俊同款，是的，真的性价比太高了。还有这一件是刚出道的这个创造营的黎墨，前2天一直有穿，这个叫双鱼衬衫，这个是可以随意的打开往各处组合的，有扣的地方都可以放。对，是的。这个也好棒，每一件都是有精心的设计，好看。你要出奖吗？可以吗？你有现货吗？别人没有，你有，别人都是需要预定的。给你，我可以提前做。那我就多选几件儿。刚刚我管大叔要了这3件，这个呢就是蔡徐坤的同款，想要这件的可以在弹幕里刷个1，这件呢俊俊的同款，想要这件的可以在弹幕里刷个2，还有这一件黎墨的同款，想要这个的我们就刷个3。那你到底是送哪件呢？送哪件呢？3件一起送吧。这一件呢比较适合大叔的办公室。这家店叫宏宇啊！对，什么？是宏宇的自己的产业。李老师定了一个系列叫学冷而土热春装嘛，然后正好受到了朋友送的这个版画，正好是学冷而土热，觉得特别契合，所以我们就马上定下了这个主题。是很有山谷家的调性。是。这也是你们的东西吗？因为我们今年夏天要推童装，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童装的道具。这个板子是不是李老师的灵感墙？是的。他们每一次的上新图片都拍的特别的用心，像这一期就是自己做的场景跟道具，就他们的宣传片都拍的比那种大片还艺术。他们家呢，就是每次都会定一个主题的名字，然后会根据主题来做一系列的衣服。对，中间这个就是我们下个系列可能会用到的一些元素。期待这一期，真的感觉会完全大变。
可以剧透一下，叫做花朵与面包。啊，好可爱的名字。那这里呢，就是他们的一个接待区。其实他们这个公司分为2部分，一是公司，二是工作室。公司就是偏理性一点，工作室就是比较自然。那一会儿呢，我们这边逛完就再去工作室坐一坐。哇，有一个大明星今天穿着这件衣服啊，是谁呢？是谁呢？这是哪件？这件是前2天张云雷在杂志穿的是吧？这是波尔衬衫，前段时间毛不易参加那个颁奖典礼的时候穿的这件。这个料子好高级。这个是吴青峰《水晶环之死》的时候 MV 他穿了这一件。这个杂志像男人装啊，拍一些创意，他们比较喜欢这种袖长款。这个是百鸟西装，这个是陈赫，这个对撞衫的那上热搜好像是这件衣服，这就是他跟李佳隆撞衫同一个活动。这是我们跟那个陈学冬合作的那个系列，是讲究一个环保的无塑料的一个环保的海洋系列。这个工艺就比较复杂了，这是采用了贴布绣和平基绣以及手工的钩花。摸上去羊是立体的。我们等于像是一个面料再造一样，把它一个满绣的一个刺绣的一个卫衣，对，非常的重要。剪裁饰。哇，这个屋好大呀！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山谷少年家的衣服都需要预定了，就因为它不是那种很大的工厂批量生产的，对吧？对，我们更喜欢单件制作，这样虽然成本非常的高，但是问题率也会非常的少，质量会更高一些。哎呀，真是优秀的人儿啊！下面就进入到了我们最精彩的环节——宏宇和阿脸的 PK 赛。打不过啊！我来说一下规则啊，就是我一会儿呢会出选题，你们要根据我们这个选题在限定时间内去找衣服。你们选好自己的搭配之后，就在这条走廊上来一个走秀。我们的主题是曾经是时装模特的僵尸。倒计时开始，3、2、1，快推着你的小车走。曾经是什么？不行，我不能跟他选一样的。裤子呢？拿到了我想要的一个西装外套。快跑起来！你俩要在一个屋里换吗？两个人男人在一个房间里换衣服有点奇怪。这里面有人吗？我这些人嘛，你不会用的，你去接待室那个有大玻璃，其实这都能看出来，这门关不关的没有什么用好像。哇！这个人在这补开妆了。哎呀，没事，不就跟小年轻比吗？输了不丢人。只有我输不了。我有致命的一个绝招。这算是作弊。我好爱你。哇塞，我去那边打探一下敌情。完了，感觉人家比我们专业，人家有刷子。使坏的。我还换了鞋。他刚才小白鞋，我看着了。这就是男人的胜负欲。我后面是不是没掖上？你现在不能说东北话了。他太好拍了，我感觉我输了。对，我可以让宏宇给你表演一个1秒钟进入状态，拍摄开始。好，弹幕刷起来了！大家喜欢1号选手还是2号选手？宏宇是1号选手，阿脸是2号选手。So don't let someone find you until you find yourself. 下面介绍一下自己的搭配灵感。系列的名字叫做《骑士与玫瑰》，重点是他的衬衫名字叫做爱德华。哇！爱德华是谁知道吧？吸血鬼啊！对呀。我们说的是僵尸啊，你输了。我们的选题是僵尸。这套是我们的暗夜飞行者系列的黑蛇衬衫。
啊，所以这里印了蛇的图案。这是我们去年时装周发布会的秀场款。重来一遍，重来一遍。时装周发布会秀场款2020。秀场款。这是我们去年时装周发布会的秀场款。赢了！这多不好意思！我再给你拿个袋子啊。这怎么？你天天来了。天天来了。可以，欢迎。谢谢。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去他们的工作室，你拿我衣服。千万不能落下了。好，走。你没有？我们现在来到了李老师的设计室，然后他们这个门都是设计过的，有个小浴棚。看，完全不一样的风格。那这边呢，就是他们的一个休息区，这个桌子也是他们自己做的。做样衣用的这种配件吧。然后你看这个马，这上面的这些布料是李老师毕业设计的布料。然后这边呢有很多他们在全世界淘的一些小东西。跟我一样吗？这个柠檬是他们柠檬有点酸那个系列，我有一件那个衣服。对。然后他们进了好多柠檬，只要是买衣服，他们就会发一个柠檬。而且我记得当时他们拍的时候，那个场景在一棵树上挂满了柠檬。那个很大，但那棵树不是柠檬，他们就买了很多柠檬挂上去。对，真的是很用心。非常用心的做产品和卖产品。这就是李老师平常创作的地方吗？对。哦，这是我们送的。这是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少年。对。这边都是一些我视为非常珍贵的东西，比如这个，这是这个雕塑家王珏老师的作品。哦，这里是他们的道具室。对，你们看到这些东西都是在这儿做的，这都是他们自己一点一点用布粘上去，对，然后做出来的样子。以后会有山谷博物馆。希望是。我刚才在那个桌子底下找到那几块木板，对，当时应该就是是参考做这个的这个模型是吧？像这个浮雕的这个工艺，它的成品率大约是20个能出1个。然后它的造价是非常高的，然后但是好在就是坚持下来了吧，因为很多人就是在做的过程中就放弃这个想法了，因为成本太高了。这是我们2019年受邀参加那个米兰的一个全球的一个新锐设计师品牌的发布，当时在米兰后台一个 list， 我觉得挺有纪念意义的，就带回来。这个模特我特别喜欢，它是萨丁岛的，它整个人是红色的但是我们定了它之后，它被那个芬迪抢走了，芬迪把它拉到罗马去拍那个广告去了，我们就没用上这个男模。后来这个男模找到了我们的 ins， 然后关注了我们，所以我觉得还挺有缘分的。哎，这个世界就会有这种小故事，还挺奇妙的。对，挺奇妙的。之前这个设计师品牌在国内之前是，特别是我们家很多艺人的顾客嘛，之前艺人是根本就不买这样的，他们就只认大牌。就国际大牌。对，这2年国内的环境特别好，然后开始认可我们设计师品牌，我觉得挺好的，挺开心的，所以才能让我们又能做设计，又能盈利，这样子。就很多人以为我们会给那个明星艺人送衣服，其实我这么抠，我从来不送衣服，都是他们自己找过来的。对自己的团队，有些甚至是艺人会直接跟我对接，然后他们会把自己喜欢的衣服发给我，我会给你们穿这样子。其实我们家艺人有一半吧，然后是我们主要的客户群体，不能说很多的名字，但是他们一直花钱买我们衣服，我还真挺高兴的。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喜欢山谷少年家的衣服吗？抢吧！喜欢红宇的就赶紧去看吧！那大家一起说一下我的那个 slogan 吧。牵阿千的手，阿千的手，红宇真的是一个 slogan 不也录10遍了？牵阿千的手，幸福生活全都有。下期再见，拜拜。